好，今天是那个2021年10月8号，第三章第6次上课哈。那我们就现在要教这边了哈，这边要教MOSFET 在强反转的电流。我们说强反转才有巨大的电流，强反转是定义临界电压，那只有微小的电流。那强反转才有巨量的电流，那就是 ion。所以 ion 是 MOSFET 是有电场驱策的电流，好。那这个全民户的教科书，它跳的比较快，它直接给这个公式。那我稍微推导一下为什么电流是这样子的公式哈。那我们说 MOSFET 为电场驱策电流了哈。那我们知道那个 J 等于 QNV 嘛哈，这个就是普物教的哈，如果你电子有在运动的时候，那它的电流就是 QNV。那如果是电场驱动的话，我待会再讲一下啊。好，那个 I 呢，电流呢，这是电流密度啊，I 就是电流密度再乘上流过的截面积流过截面积是 A 是这两个相乘，A 是 TW A 是 TW WT A 是 WT 我这边有下面 underline 都注释好了好，刮胡这边注意一下，我用因次分析你这边产生的全部的反转电荷，它的量是多少？应该是面积乘上电量乘上浓度，对不对？OK，他今天呢把 A 归一化了，把 A 归一化，就是说这个 Q 它是指单位面积的库伦单位面积的库伦记住这个 A 不见了，因为它把 A 把它除到 Q 里面，变成 Q inversion 要注意因此分析这个 A 把它那个除进来了A 把它除进来了A 把它除进来好，所以这个因次就是单位面积的库伦单位面积的库伦这个因次刮胡的因次单位面积的库伦。好，所以这个 I 就是 WQVX 就是一样就在这里 I 的 QA WQV V。那如果 V 是由电场驱策的呢？我们之前有教过V 正比于电场嘛，就是 mobility 嘛，V 等于μ1，V 等于μ1嘛V 等于μ1那我们再展开这个 I 等于 WCV μ乘上电场是不是电压的微分就是 channel 里面的channel 对 source 的这个电压差的微分电压差的微分其中这个应该讲这个 Vx 在某个位置的 x 某个位置的 x 这边 x 某个位置 x 是等于 Vg 减 Vth 减掉 MCS MCS 那 Q inversion 等于 CV。这时候 Q 如果这边 Q 都是用单位面积的电荷啦，这样就是说半导体物理喜欢这个样子，这样运算比较方便单位面积的电荷所以这个 Q 的这个 C 的因次就是这边 C 的因次就是跟 Q 要一致性Q 要一致性，那个 C oxide 就是每法拉每单位公分多少法拉C oxide 就是每单位公分多少法拉
它的音次就是每单位公分哈、多法拉这样。哦，先我这推导我就带一遍了啊，带一遍了啊，哦，就带一遍，哦，就带一遍哈。那好，那我们6.61哈，我们开始导哈。那我就把从6.61这边，两侧积分哈，把 dx 丢到把 dx 丢到左边啊，6.61看一下哦，看一下哦，然后看到6.62，他把 dx 丢过去了，对不对？那我们把 m 等于1了哈，这全民户这本书有点啰嗦啦。他又考第那个8D 乙废 m 是8D 乙废的哦，那我们就把它定义成1啦哦。其实绝大部分的电子学啊，或者说思敏萧红的思敏尼们的都 m 等于1啦，m 等于1就是跟你们以前学的一模一样啊，m 等于1，我们考试一律把 m 等于1，好不好？考试一律把 m 等于1。好，那我们两边积分起来，这边比较难的，这边也是很难呐。初学者真的很难呐，请原谅啦哈，没有更简单的教法了啦。包含物理本来就很难嘛，对不对？包含物理本来就很难呐，为什么我们台积电就是那个有世界竞争力？我跟你讲，越难的东西越好啦。越难的东西，然后越符合社会需求、巨大经济利益的哦，这才是最值得去学的。比如像医生，对不对？也很难，医学知识也很难。那人类都有生病，人类都会生病，对不对？所以它就有巨大的那个经济的价值。大家这样讲好像有点怪怪的啊，就有巨大的价值。有的医生大家都想念嘛，薪水又高。那同样道理啊，台积电联发科年薪都200万以上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很难，进入门槛很高哦，那很难，那很难的话，你说其他国家，中国啊、非洲、欧洲、东南亚，大概就只有中美日韩还有德国有办法，其他国家都不行，都不行，因为这个蛮难的，坦白说也蛮难的，对不对？蛮难的，就是说你不要觉得东西难哦，你就觉得就不想挑战，不想学。你要如果东西很难又有巨大商业价值，这才是最要学、最应该要学。像 AI 机器人啊、机器学习等等这些啊，加密运算啊这些啊，量子电脑啊、量子运算的量子密码啊，这个就很重要，很难，但是未来很有前途。那你去念什么？我不能乱讲啊，比如说考古学好了，考古学可能也蛮难的啊，或者说研究宇宙射线也很难，对不对？要懂广义相对论。那相对来讲，你学那个也那么难的东西，如果没有相对来讲没有对你产生那个对价的一个经济价值的话，其实你会很失望啊，你会很失望啊。所以说，越难的东西如果你这个东西其实应该反过来想了哈、如果你大部分都是这样想的，大家就希望钱赚很多，功成名就嘛。你就想是什么行业特别热门，什么行业产值是最大，对不对？那你就是从那个领域去找你有兴趣的去切入，那一定相对来讲竞争，那相对来讲一定难。比如你要设计一个机器手背很精准，一定也很难啊。你要学很多控制啊、软体啊、什么机械的，那也很难，对不对？那半导体这也很难。那重点是难要难的有价值啊，对不对？难要难的有价值啊，你不能去研究金字塔啊，那也很难啊，对不对？还要跑到去沙漠里面种树，那也很辛苦啊。问你研究金字塔有什么价值？你自己想看看啊，好不好？所以说，我们就把它这个积分起来把它积分起来，把它积分起来，那我们就得到这个 MOSFET 的那个 general equation general equation。我再讲一次哦，推导我不会考，推导我不会考你没有来上课，你能不能狂推导？你是理论狂派，随便你，但是我不考推导，好不好？
我不考推导。好，最后要记起来哦，它导出来是 MOSFET 的 IV 的 general equation。那通常我们这是 general equation，那我们不会用这个公式，因为这个公式蛮复杂的，那其中 m 不管它了m 不管它 m 就等于1啦，我们就把它当做1啦我们就把它当做1我们就把它当做1啦那电子学也是电子学有的会教了，有的不会教了大概1啦像一般半路都是把它视为1啦，因为他不想搞得太复杂，搞得太复杂你就会学习会失焦，我们就把它设成1，好不好？设成1设成1。所以这个电流就产生了那通常这个叫那个 general equation 那我们在电子学这个叫三极管区trial region 或叫 parabolic region 或抛物线区啦有的翻三极管区，有的翻抛物线区。那我们不会用这一区啦我们通常是用什么像那个千面户说这个是抛物线区我们不会用，因为这很复杂。我们通常是用那2个极端的值，一个叫线性区，也就是说，VD 很小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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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就是 VD 的，比如说50个 millivolt 50个 millivolt 很小。那50的话，相对 gate 都是1伏左右嘛，1伏2伏这样 ，gate 那个50个 millivolt 都很小，就把这个平方把它忽略掉把这个平方向这2个相似的平方向忽略掉，那我们就得到所谓的线性区线性区至少这个导到这边 open book 这应该还可以啦这还可以吧？从那个 parabolic 区域导到这边一拖拉股我不会考了太复杂了这个但是至少你要从一般形式推导到2个极限区，一个是线性区一个是饱和区。那现在都有应用了，不管类比数位就是说这个显示器什么都会有应用在这个区域饱和区是比较多了，线性区比较少，但是绝对不会用这个，因为这个公式无法预测，太复杂了待会再讲用图讲所以这个在0.05伏，就是 VD 非常非常小的时候 ，VD 远远小 VD 减 VDH 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线性区的公式。那这边有一个很快速取 mobility 的方法就是说，这个基链叫做转导基链叫转导 ，partial ID 叫 partial VGS 叫转导，等于 WLC aside mu VD 那 WL 这个元件指数你也知道嘛 ，C aside 你也知道，那 VDS 是你外加你也知道，所以可以决定 mobility。可以决定 mobility linear region 的 mobility 通常我们如果想要快速的算一下，当然有更精准的算法了通常我们要算 mobility 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算的我们通常使用这个公式来算 mobility 来算 mobility， 因为如果你 VG 如果太大的话那你那个，我们就避免这些表面散射你 VG 如果太大或 VDS 也太大的话那所以是分2部分通常这个公式就避免大电场效应 VD 大那这比较 minor 啦这个。算了就不讲了啦，这个不讲了啦，因为我没有画图啦，我忘了，我就不讲了啦，这个不讲不考记一下不考了，反正你要知道这一个这个可以决定 mobility， 用线性区可以决定 mobility， 那我们通常不用饱和区的因为饱和区会有一些大电场效应，比如说二力费等之类的。好，那我们把这个6.64把它微分你可以得到 m 等于1带 m 等于1都跟你电子学的一模一样所以说 VG situation 就是等于 VGS 减 VT，m 等于1我不管这本反正
反正是这门课里面，我们把这个 body factor 都定为1啦，就跟尼门尼门跟施敏教授的书都一模一样的哈 ，m 等于1，m 等于1啊，m 等于1。所以说，我们把它取微分以后哈，如果哈我 VD 哈，这时候哈，这个有一个叫 saturation 的电压啊 ，saturation 的电压就是 Vg 减 Vt 哈。那你 Vd 如果大于 Vg 减 Vt 的时候，它个电流会饱和啊，电流会饱和，哦，电流会饱和，就下一页哈，这电流会饱和。啊，电流会饱和，也就是说，在这边哈会有一个夹子区啦。啊，当那个Vd 等于 Vg 减 Vt 的时候，哈，刚好这个电压都这边刚好一样，对不对？这边的电压 Vg 减 Vt 等于这边的电压，这样相消刚好这边电压等于0啊，电压等于0就没有所谓的反转电子嘛，刚好这边呢我们就叫做夹子区啊，夹子区啊，那你那个，所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所谓的saturation 电压的克服啊 ，Q 等于是夹子区，因为说在不同 Vg 之下，这个夹子区哈，不同 Vg 之下，哈，这个夹子点是不一样的啊，不同，因为那个夹子点是 Vg 啊，Vds 等于 Vgs 减 Vt 嘛。啊，这个 Vg 在变的话，你的这个夹子点这个线哦，这个每个电压操作的夹子点就是不会一样，那就会往后退啊。比如说这个比较高的 V， 比较高的Vg 啊，比较高的 Vg 会往后退啊，比较高的 Vg 往后退。好，我们看一下哈。好，我们先讲这个图哈，我们先讲这个图哈。我们讲这个 parabolic 就是指6.64，大家抄一下哈，就6.64这个 general equation，所以我们不会操作在这里，因为这个变化它从线性又到那个抛物线哦，那这个没有办法预测，因为我们像电流哈，你不是这个斜直线很好预测嘛，就是线性的，要不然就是一个常数。这个我们是不是最喜欢？尤其在数位电路，我们最喜欢常数的电流，反正有电流，很大的电流就是 on， 没有电流很低的电流就是 off。所以常数是不是最好？常数最好。哦，所以我们最喜欢什么？操作在什么饱和区？我们最喜欢操作在饱和区。因为电流你可以预测啊，它就是一个常数啊，在红线右边就是在红线右边就是常数啊，它常数的大小是什么呢？那你就这时候呢，你那个 VDS 的递增不会再影响电流，了，所以你只要把 VDS 一样是带这个夹子点的这个值就好了。所以你会得到m 等于1啦2L/W(c)μVg 减 Vt 的平方啊，2WCg 减 Vt 的平方啊。好，好，这边讲的稍微有点乱哈，我再重新回顾一下哈。我们用公式，我们是可以导出电流的MOSFET 的一般性的方程式，但是我们不用这个，因为太复杂。我们希望越简单越好，简单就是美。所以我们会通常操作在两个区间，一个是 linear region。那电流是呈线性变化，是很好预测的，很好预测的。那同时这个线性就可以决定 mobility， 可以决定 mobility。好，那另外呢，我们会操作在饱和区，
饱和区，就是我们中间不要了，中间不要中间不要因为中间这个电流比较复杂，我们操作在饱和区。那饱和区就是饱和区这个公式要背起来要背起来，m 等于1m 等于1m 等于1 m 就等于1不要去管它了，把理费我也不介绍了，我们就讲 m 等于1，就跟你以前学电子学的一样二分之 W/L 然后 CVV 减 VT 的平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讲那么多那我们跟实际跟那个理论跟实际来验证一下这就是 Intel N14的并费IDVG 通常我们看电晶体会看2个图啦，一个是 IDVG IDVG 这个叫 output 的曲线不管它就是一个名词叫 output 曲线。那我们的电流值我们喜欢常数，少部分是会用在 linear region， 但绝大部分数位电路都是用在 saturation region， 因为电流是什么常数你要已知 VG 已知 VG 的话那 VD 不管怎么变，比如说你 VD 如果有一些杂讯干扰，我电流还是不会变所以我们喜欢常数。那我只要控制 VG， 我就可以决定这个电流值的大小。元件尺寸固定，连接电压决定以后，我只要变化 VG， 我就可以决定这个电流的大小。那 VG 一点点的变化量没有关系有杂讯都没有关系，因为电流是什么常数常数是最简单最美的嘛，对不对？简单就是美，要记住为什么喜欢用饱和区？因为电流是常数，简单就是美。电流在饱和区是定值，简单就是美。好，另外一个我们会看 IDVG 啦，IDVG 这个特性IDVG 这个特性有2张图要背起来一个是 IDVDS， 一个是 IDVG 这样记起来。一个是这样线性的变化，一个这是这个都是线性的 scale 那这个叫做半对数图 ，IDVG 是半对数图半对数图因为我们说。超过 VG 的临界电压会有巨量的反转电子嘛会有巨量的反转电子。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 Intel 14奈米的分贝嘛我说 Intel 以前呆呆的，真的，他以为2010以为自己无敌嘛，对不对？然后他就把这些技术资料都公开你看他这边都是真的绝对值数字，不是相对值数字意思说他告诉所有天下所有那个晶圆厂，你只要做成这样，你就是 N14的特性了没办法在骄兵必败就一样道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High Performance 这个叫 HP 叫 High Performance RSP 叫 Standard Performance， 然后 ULP 就 Ultra Low Power 就手机应用的，High Performance 就是伺服器用的，Standard Performance 就是我们大概是桌垫笔电用的。那 High Performance 当然可能是我们用伺服器，我们可能不常接触，我们就用电竞电脑好了。High Performance 就是电竞电脑，它的功耗比较大。Standard Performance 就是一般的文书机用的比如说 i3 这样子或 i3 等级的那 Ultra Low Power 就可能就是用在手持式的手机手持式的手机虽然 Intel 的 X86 系统做 Ultra Low Power 比不上的 ARM 不过意思是差不多啦
哦，那 Ultra Low Power 就是台积电，我觉得真的是也是时势造英雄啦。那 Apple 发明智慧型手机，然后大家都全世界的大家都疯狂的喜爱使用这个智慧型手机。那刚好 ARM 那个架构啊，特别适合低功耗的这些手机啊、物联网这些应用。所以我讲就是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碰在一起啊。所以现在的 ARM 系统啊、高通啊、联发科啊、台积电，那这样组成的这个手机的这个网络哦，就就特别的有那个经济价值，特别有竞争力。像现在 Technology Driver 就是手机啊，对不对？现在最快的 CPU 是 Apple 的 A15嘛，对不对？哦，那接下来就高通那个888嘛，对不对？好，那同样道理啊，其实他们就是 Ultra Low Power，就是那个低电压的应用哦，低电压的应用哦，低电压应用。所以关键在哪里？你有没有看到电流？High performance 驱动电流越高，就是适合 High performance 啊。那 Standard performance 呢，电流就少一点，Ultra Low Power 电流又更低啊，电流又更低。所以说你说你要拿手机手游，你要比上真的3D 大作，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的 CPU 就不可能这么好啊，你的 GPU 也不可能这么好啊，所以手机的游戏永远就是那种很粗糙的这样子，你绝对是比不上桌机的等级的啦，对不对啊？那大家看这个3个曲线哦，红色、蓝色、绿色哦，我们最常用的，比如桌垫的好了啦啊，或笔电的啊，你看这个是不是这个电流都3个一起看了，是不是同大同小？你电流越高，你漏电流也越高。所以我们讲漏电流是当 Vg 等于0的时候的电流哦，漏电流 IF 就等于 Vg 等于0的电流，但是同大同小。所以说，这3个你其实不能互相取代啊。你虽然这是同一套制程哦，但是可能里面元件参数不一样，你就会得到High performance、Standard performance、Ultra low power 不同的这个特性曲线。那这个特性曲线就会适合不同的产品哦，不同的产品哦。所以这是调整这个。我再强调一次哦，这是同一个晶圆厂做出来，可以做出这3个不同的元件特性的哦，一个给高效能电竞用，一个给一般文书处理用，一个给手机用啊。要记住哦，HP 就是高效能，Standard 就是一般文书机，Ultra Low Power 就是手机的应用啊。好，那你有没有看到我的这个都叫那个海鸥图啊？这是像不像海鸥？海鸥振翅在飞，对不对？那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海鸥图是完美对称的？你有没有看到左右是完美对称？也就是说，你把红线翻过去是一模一样的哦。所以那个真的是很难哦。你要到纳米尺度哦，还要把这个不同不同的这个特性的曲线哈、哦，还要 feed 得很好哦，还要 feed 得很好，是非常非常在工程上，然后元件设计上哦，研发上都非常非常困难啊，非常非常困难啊。务必请记住这个 MOS 的规格了哈。那 IDVG 要完美对称啊，那你 inverter 啊、SRAM 啊、数位电路特性才会好。好，那 Intel 的话 N14哈，你看哈，它 VT 我们取绝对值啊，因为是我2个对称嘛哈。你看它大概是用虚线那边定义的啦哈，这个都是他们自定义的啦。哦，自定义的啦啊，大概用可能是5乘10的负7这样去定义的啦，哦，maybe 啦，maybe 啦，哦，反正就是你拉它条线哦，你可以发现它的 VT 是0.1V，然后红色 VT 是0.1，然后蓝色 VT 是0.2嘛，啊，那绿色 VT 是0.3这样子，啊。
好，哦，它 set 大概10的负6，可能我那个移图不小心移到，然后把它拉回来啊，好，拉回来。好，那这边有一些参数啦，哦，这个我大概记一下啦，期末考才会考到啦，哈，因为期末考了才会交兵费嘛，哈，那这些细节哦，那时候再教这样子哦，再教，哦，再教。哦，所以这个图很重要，我要记一下哦。我们在讲 MOSFET 有2张图啊，一个是 IDVG 啊，那这个看出线性饱和跟 saturation。那那这边它也有画出线性区啦，50个 millivolt，现在都是50个 millivolt 定义成线性区啊。啊，这边0.7嘛，因为它水球都是0.3嘛，所以这个已经大于水球，所以三条实线是饱和区，三条实线是饱和区。那我们通常数位电路都操作在饱和区，因为电流是常数，电流在这个图是常数，啊，这电流的，因为不同图有不同表现嘛，那我们希望电流是一个常数。在固定电压下是一个常数，那这样子才是什么？简单就是美啊，简单就是美，简单就是美，好不好？好，那临界电压早期有一种定义方式，但是现在到目前来讲没有在用了啦那现在临界电压都是这样定义的啦就是说，就是说当在那个线性区的时候，我们用那个定电流来抓，就是 ID 除上 W over L 是10^-7安培的时候，是单晶系的，那10^8是多晶系的。目前都是现在操作型定义叫做定电流来抓 VT，那一般单晶系是定在10^7啦，那这个教科书2010写的啦，2010出版了，它可能2008就写完了。那 Intel 那个是更后面做出来的嘛，那所以这个都是操作型定义啦。你要定一般来讲是定10^7啦，你要定10^6也可以啦，像 Intel 就用10^6定义，没有关系啦。反正你论文有写，或者说你给客户的白皮书里面有写就可以了。你说你怎么定义的，然后在多大的电压之下电流会有多大？那白皮书啊或出论文啊写清楚就好了。写清楚就好了。好，那下面大概还要1节课的时间那我大概会再上2次课，下周我再上2次课，一次就是把这一节教完3.1教完，另外一次总复习总复习这样子那因为是远距上课，我们超过80个人就教育部规定就是不可以实体上课不可以实体上课避免那个感染，我们遵守学校规定遵守学校规定好，我们系上最大容量的教室有80个人而已那演讲厅是可以容纳那么多人，但是都被大一、大二的那个基础课程都已经排好了那往年那个微点工程没有那么多人修，大概就40-50个人修最多了那我不晓得为什么今年暴增到105位，2个对调103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搞得没有办法超过80个人，然后我也没有预先去订那个演讲厅的教室，所以就只能一直远距上课一直远距上课。那你说要求老师同步又非同步
我想真的很困难呐，那个操作起来非常非常困难，那只要一操作失误哦，那几乎那整节课整礼拜那整个3小时的课都完蛋了，真的都完蛋哦，所以只能用预录的方法。预录方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听不懂你就多听几遍嘛啊、如果你同步用什么 Google Meet 啊哦，你听不懂也没有机会再看了啊。那预录的方式，反正你影片你可以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我觉得有录影比那个同步还重要，因为你可以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哎，那就是没有办法问问题，你可以寄 email 截图跟我讲，然后你可以留你的手机给我，那我会直接打手机跟你讲你的问题是怎么样怎么样，我会用直接手机回答，因为我在打 email 很困难呐、你就可以寄 email 贴图某一页图，然后那上面写一下这是什么意思什么的，我们就打字打在上面，我直接那个打手机给你这样子，我都挑晚上了哦，在晚上打手机跟你解答，哎，好，那这礼拜的课就上到这里啊，下礼拜还会再上2次课，一次课把第3章第1节全部教完，第二次帮大家做1、2、3章的总复习啊。那考试啊，再讲一遍哦，考试11月11号，如果会改会再公告，纵使不改也会再公告，以最后一封公告为主，以最后一封公告为主啊。所以11月14号哈，大概就是 R78啊，礼拜四的3点半到5点半，在工科系馆501跟503，反正你现在501集合啊，晚一点来就继续503吧啊。好，那 Open Book，Open Everything 啊，Open Everything，拜托拜托，不要再问可不可以用什么 iPad 啊，带笔电啊，柴犬都可以带了，好不好？Open everything 啊，你想带什么就带什么，再不管你了啊。那带一个外星人来也可以。好，那实体考试哦，人家规定要实体考试啊，借教室啊。好，那第2章材料分析，实在是后面那也不太重要的，不想教了啊，那就自己看了，那也很简单的啊。好，那个今天就上到这里哈，再强调一次哦，下礼拜会再上2次课，一次课把3.1教完，一次课做1、2、3章的总复习。好，拜拜。